日本是典型的会利用外部威胁整合内部矛盾的国家，所以我们动作要慢，但是稳准狠。中期目标是锁死日本的制造业，让日本的工业和金融业对于西方乃至全球都失去价值。日本央行加息背后其实是中美在币源层面的另一场无声的博弈，而高市早苗同时要在日本央行奉旨加息的档口举债搞大规模的刺激，这操作一下子就把小学数学一个口放水一个口抽水的这个问题合理化了。谁说现实里没有这种缺心眼的操作？你看这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央行加息呢就是抽水，举债刺激呢就是放水。正常情况下，财政大规模的举债融资花钱，央行都是要降息印钱配合买国债的。早前呢是美国财政部和央行左右互搏，背后呢是白宫和联储分属驴象两党的因素。如今日本这一出因素比美国更复杂，地缘博弈和国内矛盾斗争正在日本社会内部酝酿出一个风暴眼来。至于说这个规模是只摧毁一个罪国的经济民生，还是会席卷全世界，咱们今天分析一下。那事出反常必有妖嘛，日本这一出自相矛盾的表态呢，跟美国很类似。美国财政部呢需要举债化债刺激经济拉升就业，但是呢民主党控制的美联储呢就不答应。日本极右翼其实跟技术官僚利益群体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立场分歧。任何政治体内部其实都跟办公室政治相类似，都是各有各的利益点。对于日本的央行来说，马上是日本1年1度的春季劳资谈判，目前工会给出的目标是要求加薪5.25%，创下33年来的新高。有些观众也别看啥棕色的都觉得是巧克力关键原因是日本的通胀加剧，原有的工资相当于变少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央行应该加息，将更多流出去的资金抽回，减轻通胀，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是技术层面必须要做的选择。但是呢，高市的财政政策，所谓效仿安倍经济学对于日本这样的一个经济主权不完整、被广场协议阉割过的、难以寻求外部贸易增量的经济体来说，其实是根本不成立的。简单说就是你内部市场太小了，外部市场呢老大又给你画了个圈，你胆敢乱动，那么老些的美军基地不一定祸害别人，但是收着自家狗子那是一点不手软呢。所以日本会失去30年，常年的通缩也是个必然。没有市场就没有办法扩大生产也没有办法产业升级，那自然就会因为外部财富的增量缺失，在内部形成严重的利益固化，甚至弥漫着那种死气的状态。那又有同志说了，那日本在海外有大量的投资这里要注意在海外的投资都是企业的收入，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会回归到日本国内进入财政，外部的这个投资带来的就业社会效应都跟日本社会和民众没有关系。所以简单的理解就是日本现在造不出来。安倍经济学的大放水之下，贬值的日元并不会扩大多少出口，日本能出口的圈都被焊死了，但进口的原材料可实实在在的变贵了，于是物价飙涨，输入性通胀。对于日本经济和民生而言，所谓的宽松本质是出卖自身的金融主权给全球利派，用虚假的繁荣对内裱糊而已。高市早苗要继承的也是这种看似刺激经济发展，实则饮鸩止渴的假把式。当然在高市自己的幻想里，其实呢也可能是在向他们的上一个精神后妈德意志学习呢，以军事再武装为切入点，然后带动一批本土的初创企业开始接单，进而为引爆下一轮技术革命做铺垫嘛。可是人家德国当年要煤有铁，要资源有人力，现在的日本啥也没有，只有3个活爹，想屁吃呢？当然目前这样做最有利的既不是日本经济，也不是当前的川普政府，而是高市早苗自己的支持率。目前在技术官僚和日本右翼金融卖国的分歧之上呢，还叠加了美国财政部的摊派任务。川普政府目前想要的是全球都需要美元，并且持有美元，然后再开闸放水，让美元走弱。前不久贝森特就公开要求日本央行配合进行货币政策调控，逻辑呢是这样的日元长期的低利率使得全球都会从日本央行低价借出日元，然后流到美国或者其他高利率国家去套息，那日元呢就成了全球流动性的奶妈。现在如果让日本加息，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利差没有了，自然大家就会把钱还给日本央行。就是这个原因，现在有很多的声音在喊全球流动性会立即干涸，金融风暴会从日本席卷全球。有时候呢，我怀疑这些人跟之前说日本只是假装失去30年，其实强大可怕的是同一批人怎么让大家难受焦虑怎么来，焦虑自带流量嘛。而实际上呢，回归到白宫目前的核心目的上来看它是为了要日元目前在全球的资产和各国外储中的这个份额。说人话就是让大家不得不持有更多的美元，日元还回去了肯定就要换成美元嘛，离岸人民币现在没有点门路你还换不到呢。
这样就会对冲掉因为美元走弱全球减持美元的问题，同时也能起到让资金最大程度的不要流入咱家的目的。去年日本央行加息直接带崩日经指数，随后9月19号美联储就降息了，这就是一样的套路。贝森特上任的时候我就给各位介绍过，这位就是靠狙击英镑起家的，对洗劫主权国家那跟庖丁解牛似的，对日本实属是杀鸡又牛刀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日本加出个金融危机来打乱川普大统领的节奏，毕竟美国是要装修拆日本的房梁，而不是让日本把房子烧了再把自己家给点了，所以并不存在金融海啸的风险，最多就是给全球配置一个调仓的机会，各位可以宽心。那日本央行加息叠加高市早苗的财政政策的矛盾，真正的博弈看点其实在我们的地缘博弈上面。美国不是借由让日本抽走一部分的国际流动性，以减少降息之后我国资产价格修复的速度吗？尽可能的让钱流入自己盟友的池子里嘛。可是仔细一看，哦吼，现在 G7 国家里面唯二的2个还有点工业能力的德国和日本，德国的制造业正在以全球最快的速度加大在华的投资，建的还都是研发中心这种高附加值的部门。那日本又是美国逡巡了半天唯一能端上桌的菜，那我们也共襄盛举一下，不过分吧？流动性呢，除了对利率很敏感，其实对避险的需求也非常敏感。我们的口袋阵现在一直在布局，却迟迟不收网的考量，应该就在于此。先锤死高市早苗在涉台动武问题上，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复苏通过绿营觊觎我国领土，然后在联合国框架内广而告之，我们继承的是反法西斯的未竟事业。其他4场基于波茨坦公告这一法理基础必须表态对我们的支持，毕竟这也是他们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法理基础。那第2步就是缓慢施压，多次萃取。与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不同，我们采取的是第2只靴子的策略。日本各方面不知道下一个制裁啥时候能落地，更闹心的是还不知道有多少个靴子。在这个过程里，各个利益群体就担心自己的那部分利益受到损害，进而开始窝里斗。所以我们就看见了高市早苗就被以收取不当资金为由起诉了呀。更关键的是，我们的产业制裁的靴子还根本没掉下来的，为的就是使作为 G7 中最重要的制造业支柱的日本制造业也因为供应链不稳定开始萎缩转移并且崩溃。如今韩国的制造业产能基本已经趴下了，法德这边抢着搬家呢。如果日本的产能也被卡死，那么不仅美国及其盟友手里的制造业所剩无几，美国的军工业实力也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滑坡。钱是必须要变成资产才会成为财富的，没有了制造业的金融业啥都不是，而失去了制造业支撑的同时又失去美军的威慑，美元的霸权才会迎来真正的解体，全球经济版图和政治版图会同时重构。而对于当下的国际资本来说，现在种种都是我们开火烧灶要杀鸡的节奏。我们口袋阵每收紧1分，他们对于日元资产的担忧就会加深1寸。你不怕没，就大可以回流日元资产。我们家的军舰、飞机、东风导弹一直就没有找到一个具有道义正当性的机会给自家的主权货币来授信。那全球投资人们，你们就细想，50年内还有没有比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觊觎曾经侵略过我国的领土更好的靶子？要是没有，你猜，你再猜，最后这个靴子会不会掉到日本身上？会是多大一个靴子？你回流的每1分钱到底有没有安全性的风险呢？可以说，我们这次的战略目标跟之前的每一次布局一样，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同时是环环相扣的。当最后一子落下的时候，合围之内的全部目标要一起收割。近期来说，我们的目标是以日本的高通胀、低增长、高债务、脆弱的汇率为切入点，不断强化日本内部的矛盾和分歧。但在分歧效果显现之前，并不以军事上的极限施压给其内部团结力量的机会。日本是典型的会利用外部威胁整合内部矛盾的国家，所以我们动作要慢，但是稳准狠。中期目标是锁死日本的制造业，让日本的工业和金融业对于西方乃至全球都失去价值。在其内部咬的一嘴毛还对西方失去价值之后，最后拿来摩擦一下，亮明我们在西太平洋的控制权，最终直指美国的霸主地位。这个过程将是一个长期的布局，以构筑全球范围内长期有利于我们的局势。同志们可以慢慢观察。与所谓的日元加息造成全球冲击更靠谱的判断是，联储的放水不远了。经过大 A 这1个月的横盘调整，诸位准备好了吗？周五晚8点直播，给各位点小建议，不见不散。